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了什么大事呢？那就是经常看面具人节目的观众这几天应该都赚到钱了，赚钱了。嘿嘿，为啥呢？因为你们经常看面具人的节目，算你走运啊！只要看了我的节目，大概率都能赚到钱。为啥？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天面具人带大家赚钱的战绩啊！前几天美联储加息的事情一经宣布，面具人我直接气得吐了一口老血。不过没关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立刻就意识到了，机会来了。什么机会来了呢？那就是妈的，美国你给我加息是不是？那老子我就投奔俄罗斯呀，对不对？因势利导。所以呢，我当时就发社区帖子，直接告诉大家，我要梭哈俄罗斯的公链 WAVES 了。我直接买了10万 U 啊，说是梭哈，其实呢，也就是个中大型仓位啊。面具人我买了10万 U， 当时呢买的价位是27到28美金之间。我让会员在更早的位置买了一些啊。然后呢，你们看啊 ，WAVES 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就涨到了最高是34.4美金吧，现在可能会更高啊。那这个涨幅也是有30%左右了啊。不过面具人我是31美金就把它卖掉了，止盈了。哎呀，这个俄罗斯的链太牛逼了，居然超越了我的想象啊！我认为它涨到31美金就差不多了。不过就算31美金卖，我的这个利润也是非常高的了啊。那当然了，有的会员能卖到33、34，那个利润就杠杠的嘛，对不对？这个 WAVES 它最早是始于2016年，是由俄罗斯人伊万诺夫创建的。他创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传统商业以及其他的终端用户能够享受到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是俄罗斯区块链技术直接应用到商业的一个先行者啊！而且呢，个人也可以通过区块链拥有自己的资产、数据和隐私权，还有控制权。在经历了6年的市场考验， WAVES 已经演化成了俄罗斯本土最大的多用途区块链网络。很多大公司都在用 WAVES 结算啊，所以呢，就算没有俄乌战争，这个 WAVES 它已经是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市场沉淀了。只不过呢，最近的俄乌战争直接就把它给拉起来了，算是一剂强心针、催化剂。你们看啊，最近的这个俄乌战争，西方集团集体制裁俄罗斯，导致了 WAVES作为那种不受传统金融体系监管的加密货币公链的这种优势就直接爆发了出来。WAVES 除了为开发者提供开放的源代码和去中心化的工作环境，也提供了多种的专门的应用工具，包括智能合约、跨链协议、预言机、通证发行、DAPP 等在内的各种各样丰富的程序包。这些工具呢，让开发者以及他们开发运行的 DAPP 变得非常容易，并且呢是可扩展的。而且呀，最近的这个 WAVES 还进行了技术升级，让它在跨链多链运行上面有了更加大的优势。你们看，现在西方集体制裁俄罗斯，不过呢，人家俄罗斯有自己的链，所以呢，现在西方很头疼了。你看，你说你用传统银行体系，比如说 SWIFT 去制裁俄罗斯，不让人家转账，不让人家买东西，那人家俄罗斯人可以用加密货币。哦，对，那你说你用加密货币，我也可以从加密货币的领域去制裁你。对，你说你用交易所，用什么其他的链来制裁俄罗斯，那人家俄罗斯有自己的公链，有自己的钱包，对吧？你又制裁不到了，你说你能把它怎么样啊？你用银行制裁，人家用区块链，然后呢，你用交易所用自己的链去制裁它，用西方的链去制裁它，结果呢，俄罗斯有自己的链，有自己的虚拟货币，那你能把它怎么办？那就是咋办也咋办不了。而且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点，那就是欧洲、德国、西班牙、瑞典这些欧洲国家、东欧国家，甚至是西欧国家啊。他们自己也难受呀。你说他跟俄罗斯对着来，俄罗斯就可以断他能源或者给他涨价。
你们要记住，这些欧洲国家啊，尤其是德国、西班牙，还有欧洲的那些传统豪强啊，他们的能源有一半以上都是需要俄国来供应的。这个能源有多重要啊？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没有能源，你就不能正常的工作、生产、运输，工厂开不了门，上不了班，人也没有电了，车也开不了了，你这个社会就基本上回到原始状态了。所以说，网上的那些大外宣天天吹牛逼，说要把俄罗斯打回原始状态，打回原始社会。哎，这些好战分子呀，我就想说，不管谁打谁，打人就是不对的啊。当然了，我们在商言商，我们不管谁打谁，我们要的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我们要的是钱，对吧？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政治局势啊，因势利导嘛，对不对？可别谈什么信仰啦啊、死拿之类的事儿了。那如果说欧洲这些国家它没有能源了，这是个现实问题，它没能源的话，它就完犊子了啊！那肯定不能没能源嘛，那怎么办？还是要向俄罗斯买呗，而且还不能买得太贵。所以说呢，他们也就离不开俄罗斯。那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要么钱，要么资源，资源更重要，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金钱。对于乌克兰这个政府来说啊，那就是金本位了啊，有钱怎样都行。我告诉你，你也别牵扯什么民主自由了，这个那个了。现在的中国为啥这么牛逼？现在的中国为啥这么嚣张？敢这样的去镇压他自己的老百姓，敢这样的在南海，包括全世界去装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乌克兰收了中国多少钱，把那个二战前苏联留下来的多少的军事武器、军事人才都输送给了中国。你没听错，中国的这种飞弹技术、飞机技术，包括引擎技术，还有航空母舰，都是乌克兰给的。听明白了没？乌克兰这个政府从头到尾就是在卖自己的老底儿，而且呢，还帮助扶植了一个全世界最强大、最邪恶的一个集权帝国。听懂了没？所以说，中国他为了报恩起见，为了哥们儿义气啊，当然了，也要为了利益。他一边呢挺俄，一边呢又挺美，让自己的所谓的反共外宣啊，天天在网上支持乌克兰，又让自己的这些挺共的外宣天天的所谓的支持俄罗斯。其实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啊，不管你美国还是俄国，我希望你美国和俄国两个碰个鸡飞蛋打。我就希望你们两个人的实力越来越接近，这样呢，你们对互相造成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中国可以说只要不打仗，玩什么装逼呀、权谋呀、阴谋诡计呀、制衡之道呀，可以说是非常极致的啊。如果说你俄罗斯劣势了，我就帮一帮你俄罗斯；如果说你美国劣势了那我就帮帮你美国。总之呢，我就是要保证让你们在实力最接近的情况下互相伤害。这样的话，我才能渔翁获利，听明白了没？你也别说乌克兰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全世界你不要谈什么信仰了，拿着一个币死拿到底了，我爱谁谁谁了我对谁有信仰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由利益来驱动的，其中呢，这个利益就包含了资源，懂了没？那至于底下的那些狗奴才、奴隶、畜生、牲口们，他们要信仰谁，他们要爱谁，那无非就是驱动这些奴隶杂碎们的一个信仰工具而已，懂了吧？你愿意当那些奴才、畜生、牲口，那你就去信仰这个，信仰那个，爱这个，爱那个坚信什么什么主义那你就是个杂碎，听明白了没？好，继续说主题总之呢，什么死拿到底信仰谁不谁的。这种话听一听就得了毕竟嘛，出来混做生意，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说白了，谁有钱，谁有权，谁有资源，谁就能过得好，谁就能洗谁的脑，谁就能控制底下的这帮奴才牲口。大家记住了，你们一定要看清世界的局势。你们看嘛，俄罗斯他如果说成功的拿下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的制衡权、控制权，现在至少乌东已经拿下了嘛，对不对？在此基础上，你们反观西方，西方是彻底的表现的不会军事上支援小弟。那乌东现在已经拿下了嘛，对不对？
再反观西方呢，西方在这个事件当中，他彻底的表现的是不会军事上支援小弟，明白了没？啊，你别扯什么信仰了、爱不爱了啊，天天网上发个新闻，网上嘴炮、敲键盘又没有成本、没有代价，对不对？啊，我支持你自由民主啊，我支持你跟俄罗斯干，那你倒是给他出兵呀，大军压境呀，你倒是跟他干呀，对不对？天天嘴上说啊，我支持谁谁谁谁谁，那我也可以说我支持习近平，我支持蔡英文，我支持韩国瑜，我谁都可以支持啊，我就是嘴上说嘛，对吧？嘴上说又没成本，这就叫虚伪。尤其是非常现实的那种各国的政治家，把这种事件看在眼里啊，那心里面明的跟镜一样。所以说呢，俄罗斯他敢干，他敢为这些乌东国家啊，你们要独立，来，你叫我来干，我就来干。反而呢，西方的这些国家一看啊，你俄罗斯来干了，那我不干了，我口头声援你，我口头支持你，我精神上支持你，来，你乌克兰泽连斯基上。这样一对比，一进一退，西方就显得非常的脆弱和不可信任。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美元的体系信誉又会跌落。所以呢，美国它现在不得不加息，很简单呀，啊，你不加息，反正那些国家也不会信你了，那我还不如加息呢。在这些其他的附庸国或者盟国去看啊，看你美国、你欧盟、你北约又不保护我，你又不替我打架，出了事儿了，你跑得比谁都快啊，你最多精神支持我，那我还用你的钱干屁呀，对不对？所以美国才会加息，美国加息就直接会导致其他美元国家的美金回流美国，这就相当于割了自己人的韭菜了，比他放任通膨割的还要厉害，懂了吧？那其他的国家为了应对这种状态，也会被迫加息，或者是进行大型的那种经济调整方案。当然了，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应对。你看中国现在搞的数字人民币、双轨制货币，这也都是为了想要摆脱美元的表现，明白了吧？国际用一种真正的人民币，国内呢就用那个数字就行了啊。这些都是被美国逼的啊。当然了，中国不一定是被美国逼的啊，中国可能就是因为为了维护它这种专制贪婪集权的体系，割韭菜，才会推出这种极端的双轨制货币啊。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我们继续来说俄乌战争和经济体系的问题啊。你们仔细观察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高调地推出了欧亚单一货币机制的这个圈子，去美元化。沙特也强行地推进了双篮子货币计划，去美元化。拉美多国也已经改用人民币进行贸易了。俄国和印度他们之间的贸易也开始废弃美元了。而且呢，普京还要求欧洲的诸侯，包括偿还债务，包括贸易交易，都要用卢布。以后你要买我的能源，来就拿卢布买，拿美金我不卖给你，听懂了没？买卖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卖家说的算啊。我作为卖家，我想收什么样的钱，我说的算啊。你不给我，我就不卖给你嘛。除非你来打我，你来抢走，那你又不敢打我，你又打不过我，对不对？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和美国并列第一的军事强国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再去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成功的控制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啊，那么欧洲就直接被卡脖子了，被卡脖子了，听懂了吧？你们仔细观察 SWIFT 的交易，因为美国在那儿嘛，所以呢，欧洲也不敢用 SWIFT 的交易了，那咋办呢？啊，用不了传统银行交易了，不想用卢布贸易都不行，听懂了没？啊，因为俄罗斯我就要卢布，或者呢是用俄罗斯的加密货币链，总之呢，用俄罗斯的卢布，或者是用俄罗斯的加密货币链 WAVES 之类的传统俄罗斯链啊，都行啊，反正就是不接受你西方的这套银行体系了。普京他不傻，普京敢这样去干，他就是算准了这些条条道道。你别以为啊，天天他妈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混了几十年了，还不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鸡蛋孩啊，在网上敲键盘你就能指挥天下了啊！你吃8块钱的方便面你都心疼呢，你还指挥天下呢，对不对？
你能看懂这个局势都不错了。所以呢，欧洲它一方面碍于美国的面子，一方面呢又必须要用能源，所以它就不用卢布不行呀，它不用俄罗斯的这些加密货币不行呀。那么基于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们再来看各位观众朋友们，买什么更合适？买什么有盈利的潜力？什么？你告诉我，来，大家在聊天框里面打一下什么？卖 WAVES 和卢布啊，卢布没错，俄罗斯的法币，买这两个玩意儿都不失为一个好的投资方向。那这是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应该向俄看好。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最近面具人另外一个战绩啊，那就是我经常提的雪崩 AVAX。面具人预判雪崩最低会跌到69以下，所以呢，我让我的会员们，我在会员区里面发公告了，我说的是，如果 AVAX 跌到了$69以下的话，可以考虑进场。当时雪崩最低跌到了$65左右吧，然后呢就开始强力反弹，强力的反弹。雪崩这几天是涨幅最牛逼的链币。有没有之一我不确定啊，反正是涨得非常猛，一路飙到了$88呀，这个利润太吓人了，$65涨到了$88啊，当然面具人是让在$69买入的，那这也有30%多的涨幅了呀。为啥呢？雪崩为啥会涨这么猛呢？因为雪崩在22号要开一个全球性的雪崩大会，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开这么大一个会议啊，不失为是一个好的宣传机会，也有可能在这个开会的前后啊，雪崩出现一波比较牛逼的暴涨。当然了，会议开完了以后，它的这个知名度就更高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呀、项目呀都加入其中，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对这个大会，包括雪崩近期的走势啊，可以偏乐观一些。你像其他的什么 BNB 啊那种币啊，最近就跟个僵尸一样，官方也没什么活动，也没什么举动，对吧？总之呢，各位，世界局势在变，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操作思路，认清世界局势。不管外面人怎么说，怎么给你洗脑啊，让你这了那了，让你信仰谁爱谁了，坚持到底了，为国捐躯之类的蠢话啊，我就问你，你想不想吃好点？想不想喝好点？想不想用好点？想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利润呀，在商言商呀，各位啊！不管外面怎么说，什么加密货币要崩盘了，俄罗斯要死了啊，谁都活不成了，我们应该为国捐躯呀！去他妈的！我告诉你啊，加密货币死不了，加密货币的应用面和实用性都在提升，所以呢，长期来看，加密货币当然是利好的了，对吧？尤其是在你看大国纷争之间啊。摆脱传统银行的掣肘以后，哎，加密货币的实用性就更出来了。各位一定要判断准局势。那面具人，我对局势的判断能力，你们可以从我刚才的这些案例以及我长期以来的更新的节目都能看出来吧？啊，我不敢说我10次准9次啊，我不敢说我10次准10次，9次我也达不到。7、8次我还是能达到的。你们及时的收看我的节目，就能够证明我的盈利能力了。我能不能让你赚钱？刚才我已经证明了啊 ，WAVES、AVAX。所以说呢，各位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收看面具人的节目有多么的重要，现在你应该能明白了吧？时间也给我作证了。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奖都是真金白银可以交易的，中奖人数依然是10名啊，10名中奖人，你转发的越多，你的积极性越高，你的中奖率也就越高，多多转发吧。如果你想要及时的跟上我的操作，包括马上要开始了哦，今年的革新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我们下期再见，祝你好运。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学那些画画班的画 K 线嘛，大笔一画，
人生就在你手中。拜拜。